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触目惊心；第二个是中国现实的3个版本，搞笑、荒唐和真相啊。那我们后面是3条相对简单一点的新闻的一个集合啊，正好这3条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放在一起来看，对比着看，很有趣。前面呢，其实是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中国呢，把人口数据当做一个国家机密，所以人口普查呢，只是公布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但是一些详细的数据就没有正式公布。那么这个第一财经呢，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详细数据拿出来做分析梳理啊。那么就主要的这个主题主要还是老龄化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个数据呢，可以进行深度挖掘，对中国社会可以进行各个方面的分析啊。那我们先看看今天讲的老龄化。那按照国际标准65岁的人口啊65岁的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反映了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啊。那么当65岁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超过7%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进入老龄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这个人口的比例达到多少呢？达到14%的时候啊，超过14%啊，那就是深度老龄化。那么超过20%的时候，那就是超老龄化啊，超老龄化，就是说65岁的老人在这个城市啊，我们主要是讲城市，它人口总比例当中超过20%，那是超老龄化。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城市？有啊，这个城市还蛮多啊。那现在呢，第一财经呢，就对全国总共有336个地级市不包括县级市，全是地级市的人口进行人口结构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全中国有149个城市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就是老龄人口超过这个总人口的14%以上，占全国城市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44%，相当严重啊，相当严重。那么老龄化的程度集中度比较高的是东北，然后是成渝啊，成渝就是成都、重庆地区，然后是黄河中下游，然后是中部地区啊，就是湖南、湖北，湖北、江西、安徽啊，然后是长三角啊，这几个区域比较集中啊。那深度老龄化的城市分布是怎样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四川有17个17个市，辽宁14个，山东14，黑龙江13，湖南12安徽12，江苏10，吉林9，湖北9，河南8，河北7，陕西6，浙江6，然后就是上海、重庆、天津这3个城市都已经深度老龄化了北京还没有啊。那么其中有7个省份，那么深度老龄化的这个城市超过10个。那么从区域来看，那么东部沿海地区总共有41个，占27%东北地区有36个，占24%。中西部中西部是72个，占48%。最突出是哪个？四川排第一，17个。为什么这个很特别非常特别。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深圳的地级市很多非常多所以在全国的各个省里面，它的地级市是比较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四川的人口大量的流向这个东部沿海地区。另外一个趋势，四川的人口大量的流往哪里？流往成都往成都流那么去年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
成都的人口是多少？2093万啊，成都现在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啊。那么占四川总人口的版纳数，也就是1/4的人口，四川有1/4的人口住在成都，这有点像这韩国，韩国也是啊，全国有将近1/3的人口住在首尔。那么成都的人口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3个直辖市，排第4位啊。那么它2020年比2010年增加了多少？580万，就是它2093万，比上一次人口普查，就是10年前增加了多少？增加了580万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从四川各个地级市来啊。那么增长了38.49%，年平均增长3.3%，就是都向省会城市聚集啊，这是一个。所以呢，那在成都的人口增长仅次于2个城市，一个是深圳，一个是广州啊。深圳和广州啊，它排第3，全国的城市人口增加的这个数量，成都第3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南、安徽、湖北，中部的这3个，湖南、湖北、安徽这3个省。湖南和安徽有12个地级市进入深度老龄化，湖北有9个啊，其中有个原因当然是主要是青壮年的外流啊，还有一个就是青壮年以外流嘛，那么老年人口就增加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人口外流啊。那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中部啊，就湖南、湖北、安徽，离这个叫什么？离长三角也不远，离珠三角也不远，离这个北京也不远，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中部地方呢，哪儿都能去，所以人口流出的速度很快，特别是现在有高铁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它就迅速的流往有就业岗位的城市，所以他们的人口流出比较多。人口流出比较多，那剩下就是老人啊，这是中部。东北，东北的老龄化程度就更厉害啊。那么东北总共有36个市，全部深度老龄化。东北36个市，地级市啊。那么原因有3个，第一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东北做的最彻底，执行的最严格，因为原来国企多，都在国企里。说拉出去做手术，直接就拉出去做了，就没什么好说的。1家3，老中青3代都在这个国企里头，你没得反抗，这是一个国企比较多，计划生育很严格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东北呢是个工业化比较早，城市化程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呢，它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外来人口，东北基本上都是移民啊，所以他们这个生育观念也比较，就是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比较小，这也是啊东北生育率比较低的原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东北经济下行，年轻人都往南边跑啊，越跑越多啊，所以东北的老龄化是全中国就是它程度不一定是最深，但是最广泛啊。它不是说到底的那种，但是它普遍都比较严重啊。这是东北，然后是东部，山东、江苏、浙江啊。山东呢，16个地级市有14个深度老龄化啊。目前山东省65岁以上的人口是1536万，是中国老龄人口最多的省啊，所以山东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啊，就是它的供养率也是非常的低的啊。然后是江苏啊，江苏13个地级市有10个深度老龄化啊。然后呢，其中呢，苏中和苏北、盐城老龄化的程度比较高啊。那么这跟什么有关系？还跟计划生育有关，就是这些地方
计划生育比较严，独生子女占比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跟你这个苏北经济不发达啊，不发达的怎么办？人口就年轻人都往这个上海啊、苏州啊、这些杭州啊地方跑，所以老人就占比就比较高。江苏啊、浙江16个地级市，6个深度老龄化，集中在浙江的北部、杭州湾沿岸。这个地区也是当年计划生育比较严厉的地方啊，所以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翻过来，计划生育没那么严厉的地方，老龄化程度就比较低。比如说福建，比如说广东啊，这2个就是传统就是要生娃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啊，广东21个地级市只有一个地方梅州深度老龄化。为什么每一州的深度老龄化？每一州的年轻人全跑了，经济不好，不发达，不发达呢就出去出去。所以你在这个深圳大量的客家人都从哪里来？从梅州来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像福建的9个地级市，只有闽北、南平深度老龄化，其他地方没有老龄化，没有深度老龄化。那么另外就是珠三角、福建沿海大量的外来人口，所以老龄化程度也比较低啊。深圳的65岁老人的人口总共才多少人？才56万，只占多少？只占人口的3.2%，这是全国这个比例是最低的一个城市，所以深圳基本上是最年轻的城市。那么东莞是多少？东莞比深圳稍微差一点，3.5，全国第2低啊。那么厦门、中山也比较低啊，这就是人口的情况。老龄化是一个非常我们就说可怕。你看一下日本你就知道，老龄化是一个没办法反抗的事情，就是说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人口我们先说人口，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啊，也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啊。那么人口的状况决定了什么？人口不能够帮你带来，就是说人口不能够解决。如果人口变成负数，就像共产党讲的，就要养活的人，那当然负担很大。但是人口是资源啊，人口决定了什么？一个国家成长的空间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老龄化的社会特征有几个会有几个影响。第一个，老龄化会降低劳动力供给，这个可以理解啊。降低劳动生产率，这也能够理解啊。那么会带动这个潜在的经济下降啊。那么老龄化对储蓄来说是个双刃剑啊。一方面，老龄化可能会加重这个养老负担，导致储蓄率下降，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个坏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那么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这个储蓄率反而上升，因为大家怕我自己活得太久，我多攒点钱，多攒钱，你们的储蓄率上升。那么随着老龄化的人口这个老龄化人口不断的提升，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从综合来看，老龄化社会医疗服务的消费比较多，社会和个人服务的消费也比较多因为你活动不了了，你得找人来帮忙那么所以个人服务会比较多去看护那么医药等等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像什么衣着文娱活动通信消费都会下降。为什么？年纪大了，他没这样的需求了。60、70岁不会去蹦迪了所以呢，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老龄化社会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研究发现，1990年到2010年，由于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经济增长约为1.44%的下降那么目前
目前中国的老龄化将会加重对经济，就是人口因素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龄化会影响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机能会下降啊。那么老龄化结构会，他的体力、智力、认知能力会下降，然后，他应对这种知识结构的调整、知识更新会迟缓，没办法适应产业升级。所以而且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者在35岁之后，生产效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快速下降。所以整个的老龄化会影响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第三个，老龄化会影响产业升级啊。那么你年纪越大，越不肯换工作因为换工作重置成本越来越高啊。那你不换工作就会怎么样？就会因为你没办法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所以它老龄化会抑制产业结构的上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养老负担，养老负担的上升会产生对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因为你把钱都花到养老身上，那你整个社会剩下的钱就越来越少。所以总的来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未富先老，就是未富先老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我们之前经常讲老龄社会，中国正在面临老龄社会的问题。其实我们不是在面临的问题是老龄社会已经降临，而且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中国44%的城市深度老龄化，你想是什么情况？44%的城市深度老龄化，那很多，我现在看到的是大概有20个城市，这种超深度老龄化有20个城市，超深度老龄化，我看一下多少个超深度了，就是它已经超出了20%，相当严重你可以看，对，南通、资阳、泰州、自贡，最严重是哪个城市2个城市，一个是南通，江苏南通22.67%，资阳22.62%，泰州江苏也是江苏22.01%，都是这个程度，非常严重这是中国的现在的基本国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口红利肯定是已经消失了的那老人越来越多，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活力、经济增长的需求逐渐的下降。这就是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状况。这个新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在2018年、2019年，中国经济由增量型变成存量型，实际上跟什么有关？跟人口状况有关，跟人口的增长有关，跟人口的结构有关好，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一个中国现实的3个版本：搞笑、荒唐和真相先说搞笑，最近有一个词儿很流行，很火这个投资界热门关键词叫元宇宙叫 metaverse 是一个科幻作家 Neil Stephenson。Neil Stephenson 在1992年，他这篇小说，这个小说叫 Snow Crash 雪崩里面用的一个词这个小说呢，讲的是一个平行和现实世界平行的网络世界那么他把这个网络世界叫什么？叫 Metaverse 就是元宇宙叫元宇宙。它是由2个字组成，一个是 Meta， 一个是 Verse。Verse 是世界的意思元宇宙的意思。Meta 是元或者是叫超越的意思，把它放在一起就叫元宇宙。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Aventer 叫网络分身，网络分身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电影《阿凡达》的名字啊。阿凡达 Aventer 原意是化身啊，那么只化作人形或者兽形的神啊。那么然后在电子游戏或者聊天室当中，玩家用虚拟的身份也叫 Aventer。然后呢，这个元宇宙呢，就包含了一系列的要素，比如说身份啊、朋友啊、沉浸感啊、多元化啊，然后随地呀、经济系统啊、文明啊，这我怎么看我就觉得像游戏啊。然后呢，就有一家游戏公司叫 Roblox 啊，被称为元宇宙的第一公司啊。它平台上的游戏提供真正的元宇宙的8大元素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游戏很特别啊，就是全竖起来，很多很多，反正很怪异啊。它是3月10号啊，Roblox 在纽交所上市，第一天涨了54%，市值超过400亿美元啊。然后就当然后脸书以20亿美元收购另外一家这个虚拟真实的公司，然后就把这个放进去说为明天的平台做准备。扎克伯格的这句话呢，就成为现在中国国内流行元宇宙的一个佐证啊。那么，脸书在2019年推出了一个叫 Facebook Horizon 的服务啊，让这个少部分用户进行测试，戴上 VR 的这种眼镜耳筒，耳机，拿这个手持的运动控制器在虚拟空间和其他的用户互动，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元宇宙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是腾讯在去年年底，马化腾提出全真互联网的这个概念啊，由实入虚，帮助用户体验真实的场景。然后这个英伟达推出虚拟协作平台啊。然后这个元宇宙具备的技术条件包括芯片技术、5G 虚拟现实就 VR，游戏技术游戏引擎AI 人工智能、区块链啊。然后就开始炒。我讲这个，因为为什么就炒起来了啊？炒起来，炒股票啊。那像什么汤姆猫啊、中青宝啊、当红科技啊，就开始炒啊。9月7号有1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一起发公告，介绍他们公司在 VR、AR 领域的布局，主要集中在游戏、零部件、软件等等啊。然后就炒起来。现在就是关于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就是昨天的股市在跌，然后这个跟这个元宇宙有关的股票都在涨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证券时报》9月9号发篇文章说，这个将元宇宙作为一个美好的科幻想象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然后 Facebook 的布局也是一个背书啊。但是要搞清楚啊，真风口还是旧瓶装新酒啊，很多都是只有一个公告，啥都没有了。那很多这样的企业趁机把股票炒起来，等等啊，这个非常搞笑啊。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然后就是一个概念，然后就把股票炒起来啊。他其实就是想炒股票，找了个借口啊。这种事情在中国股市很常见啊，但是每次都得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技术学院跟前面的有点关系啊。我们讲荒谬啊。那么教育部选了12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说要准备跟美国的顶尖大学，比如说麻省理工啊、这个斯坦福啊，这些顶尖的这些以科技著称的大学进行竞争
要科研竞争搞它。教育部办公厅5月26号印发了一个关于公布首批未来技术学院的名单的通知。这12家设立未来学院的大学是哪些呢？就让这些大学设一个未来学院北大、清华、北航、天津大学、东北大学、哈工大、上海交大、东南大学、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西安交大12家中国理工科最强的这12个大学。那目标是什么？目标是瞄准未来10到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这都是大词儿突破常规、突破约束、突破壁垒、强化变革、强化创新、强化引领，着力培养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物，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搞笑吗？非常搞笑，这是第一，还没说完。第二，开展多元探索，有关高校要结合人才培养定位和学校实际凝练未来的技术特色，开展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模式的多元化探索，然后加强质量保证，然后这各个学院就开始公布它的未来技术学院的研究方向。北大注重什么呢？生命和健康科技围绕着生物医学工程和分子医学这2个前沿交叉学科开始展开主要是医学、生物学华南理工主要是招收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大数据这2个专业那么这是北航是叫什么？工科实验性班类，未来空天领军的计划，强化航空航天信息融合，理工文医交叉的学科融合生态这都是看不懂的东西。我为什么讲这个荒谬呢？这个背景是什么？上海社科院的首席研究员李毅他说，中国学生可以周游世界，了解学科前沿，但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限制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和交流的渠道，这使得更迫切地建立我们自己的影响力的机构然后教育体系要重大变革，要有革命性、前瞻性，要赶上这些麻省理工等这个顶尖的大学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中国的大学，我们先说美国吧。美国呢，美国科技生态，美国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科技公司很厉害，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有个科技生态那么这是美国科技发达的原因，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科技生态才是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先的结果那么它的前端是什么？科技生态的前端是什么？3样东西。美国的科技有3样东西。第一个，基础研究。基础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你为什么你像为什么人工智能它的最基础的研究都是来自美国？原因是因为它基础研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最优秀的大学系统基本上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理工科、文理科都在美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科技公司，全世界最大最强大的科技公司都在美国，谷歌这些 IBM 都在美国。这3股力量构成了什么？构成了美国科技生态，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你翻过来看中国，
中国过去20年采取的是一个赶超战略啊，赶超战略，它实际上中国在科技领域实现了某些局部的突破，这个是真的，这个有真的，因为它不是全局性的推进，因为全局性的推进，你必须有个庞大的系统才行。这个庞大的系统你必须长期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投入才行。中国没有做这个，中国的科研科研体制本身就有问题啊，它形成不了这种结果。但是它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某一些领域实现突破是可以做到啊，它是做到，但是没有成为体，但是没有体系啊。所以一旦美国跟中国一切割的时候，麻烦来了，麻烦来在哪？你现在的情况，你就和美国的生态系统、科技生态系统脱钩，一脱钩你就没有营养了，没有动力了，没有营养，没有动力，你不用很长时间，3、5年你就看到影响，现在都可以看到影响，看到什么影响？中国的很多大学，这甚至更多很多科研机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说别的，它的仪器仪表都买不到，你怎么做科研？设备，实验室有大量的最先进的设备，你这些实验室的先进设备，你还除了买先进设备，你还得买零配件，你坏了你得修。美国对中国的大学制裁了多少家学校啊？制裁了13家学校，北航、西北工大、国防科大、湖南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都在里头的。电子科技大学、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哈工大、哈尔滨工程大学都在里头。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虽然他刚才讲，是说这个美国开始限制中国的学生，其实美国没有限制，美国是限制了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就是他们讲的这些的部分，就不让读，不让报。我印象中，斯坦福好像今年没招中国学生，斯坦福，MIT 不知道招了没有，不知道。但是现在进去，你要超过他们，你看看他写的这些大词儿，这大词儿，中国的大学本身，它的科研能力，那就它还不如那些，科技公司呢。所以，中国的大学远远不能够发挥美国的大学在科技生态中的这种作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还有一个很简单，我们再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什么？不说别的吧，你就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你本科生，本科毕业以后有多少留在国内？你自己算一下，你就知道我们讲的这件事情有多荒谬，好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实，哈，现实是什么？我们讲讲挖掘机啊，中国工中国工程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9月7号公布数据，他们对25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今年8月销售各类挖掘机1.8万台，同比下降13.7%啊。其中最重要的重点来了，8月份国内销售挖掘机1.23万台啊，同比下降31%，连续5个月出现下跌啊。挖掘机是什么？挖掘机就是所有的基建都需要挖掘机，你只要搞基建，只要盖房子，只要修路架桥，都需要挖掘机。挖机很重要啊。挖掘机是工程机械行业里面一个主要的子行业。挖掘机的销售反映了中国基建投资的晴雨表。基建投资一上去，挖掘机销售噌就上去了。中国基建投资一下来，跟着挖掘机的销售马上就下来啊。所以呢，它的数据是什么？4到7月份，挖掘机在国内销售分别是4.1万、2.2万、1.7万、1.2万，看见没有？一直在跌
分别下降5.24%、25%、21%和24%，一直在下跌。挖掘机销量低迷，但是出口很好。8月份25家挖机的制造企业出口挖掘机5726台，同比增长100%。那么延续了之前的向好的趋势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基建正在上升，中国的基建在下跌啊。那么大概是这样。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出口畅旺，非常旺，旺的不行，旺的单都接不过来啊。但是展望下半年不乐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投资熄火，你可以看挖机就知道啊。还加上什么？加上房地产危机四伏啊，所以投资熄火，房地产危机四伏。第三个，消费团灭啊，完全没有希望，对消费不用做指望。所以挖掘机的销售下跌，反映了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三个，一个是搞笑，一个是荒谬，还有一个就是真实真相。这是我们讲的真相，挖掘机反映了真相。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黄增培，谢谢常伟，谢谢 Dominic，谢谢王 Sir 辛苦了，奉上一杯咖啡，谢谢。情况今天直播一的节目，网友讨论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情况啊。其实今天我还有一条新闻，本来是想讲，我知道没有时间，但是我在这也讲一嘴吧啊。什么呢？就是北上广深还在上海成交量跌40%，深圳创10年新低啊。然后是什么呢？就是北上广深急剧的降温啊。这是我最新看到的一些数据啊。那么广州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啊，成交量7000套，8月份成交7000套，1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环比下降5.8%，同比下降28.9%，就30%了啊。然后广州就8月31号出了二手房指导价，震撼广州所有的业主和中介。估计9月份广州也差不多，北上广深4个城市全部熄火。这是我们上直播一的节目，很多网友讨论这个议题，我顺便今天这个我也播报一下。情况：疫情之前回老家天津，公交车上全是老人，地铁除了早晚高峰永远有空座。同学除了在体制内，剩下全部去了北京、上海。小时候在天津，感觉在大城市特别自豪，现在有点出息的都往南方跑，但是被工作和收入牵着流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OK，天津火过一阵啊，天津火的时候就戴相龙在的时候火过一阵，戴相龙走了，钱不往天津流。天津新区就差不多，也就差不多那样啊。然后再来一个大爆炸，其实天津那个大爆炸其实是有一点象征意义。情况：本人国内家人的年龄结构是65到90岁的7个，35到46岁6个，只有3个8、10、15的孩子。情况：老家3线城市，4个人当中1个60岁以上，工作沿海县城也是同样情况。观点：现在的中国人，一边是人口老龄化，一边是招聘中的35岁现象，大量年轻人去送快递、送外卖，
开网约车。中国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不过是镜花水月。嗯，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看不上制造业，觉得这个劳动密集型的我们不要，你不要人口上哪去吃，你那些工人去干啥？你说不要他们怎么吃饭，吃啥饭？观点100多年前，孙中山说，当下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因穷和愚。历史过了100年，到今天，无论是曾经的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政府时期的发展民族工商业，甚至最近的中共政府时期迫不得已的改革开放，都只是初步解决了一部分人穷的问题。而且还由于双轨制的底层制度安排，导致了物质上穷和富的巨大差异。但几千年来，愚的问题，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不去解决愚的问题，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把人变得更愚。愚好管，好统治。观点王老师好，说看了昨天您的视频，中国民企没耐心做基础工作，讲的太有道理。我在大型国企10年，实践加德鲁克、劳特劳定、劳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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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等先进理论验证学习，向国内外包括麦肯锡等咨询公司学习取经，因而深深的知道国企效率低的真正原因。很多好的经验不能在国企充分发挥，于是辞职下海，又10年亲历3个民企，没有一个民企愿意打基础工作，只愿意搞关系、打擦边球，违规违法、全员腐败，让你大跌眼镜，遍体鳞伤，提前退休在家。OK，民企社会环境有没有踏踏实实干的？有，凤毛麟角，非常少。观点：近期来发现，如高铁里、高速公路旁和一些大楼楼体上有大量的空置广告位。请问王老师，这些情况反映一些什么问题？反映经济不发达。经济发达，那经济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消费，当我收入一下降，当我发现或者我预期收入下降，我就开始会控制消费，减少消费，先减少什么？奢侈品，把奢侈品降下来，然后慢慢的把高消费降下来。基础性的消费你不会改变，一日三餐、交通费，这没办法改变，很多是刚性的。但是很多有弹性的是什么？有弹性的就是奢侈品。那比如说一个企业，当他发现经济不好的时候，或者他发现他的营收开始下降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开始削减开支，削减什么开支？冗员，开始解雇人员，固定开支，开始裁减人员，还有什么推广，一些不必要的推广，或者是你比经济好，我公司钱多，那户外广告搞一个，前面那个形象广告搞一个，跟销售没关系，但是形象广告多搞2个没关系，反正有钱。但是但是经济形势一不好，形象广告先拿走，但是跟推广有关的广告还要做，因为跟收入有关，就是这样。所以你说有这些什么高速公路的那广告牌没有空在那里，说明什么？经济不好。经济好的话都是满的。情况一个朋友在杭州，夫妻俩都在互联网巨头工作，家里有俩孩子，家庭条件不错。我问他有没有送小孩出国的想法，他说没钱，要给父母攒钱买坟墓，便宜的也大几万，好一点的起码十几万，还得每年交管理费，而且墓地产将会在未来20几年越来越火，已经十分忧虑他自己的后事了。他才30几岁，这考虑的真远啊！情况
我父母加岳父岳母都超过65岁，叔叔阿姨明年后年都要到65岁。小辈太小，劳动节的时候去小时候的老房子附近转转，内环的四川北路附近，路上和饭店里满眼的都是白发老人，小朋友很少很少，惊讶到了，坐标上海。上海就是这样。上海是中国城市当中数据没有看到啊，因为上海还是有很多的外来人口，大量的外来人口去上海。但是上海本地的情况是什么？你看户籍人口你就知道，上海的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啊。情况加情绪，很多年前偶然间，在西部某县城坐公交车，早高峰时段一车全是老头老太太，可以管窥县城和乡村的老龄化只会更糟糕。以后除了北上广，其他地方都会变得人烟稀少。共产党对中国老百姓所犯的罪真的是空前了，这是灭种啊！那你不说，这一定的啊！你现在这个县城、农村只剩下两类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啊。老人、孩子，还有什么？妇女、老人、妇女、孩子，青壮年都在外头打工，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两口子在城里打工，然后就是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基本上情况就这样。那也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挣的钱买了房，那就跑到把父母孩子也接过去，有吗？有，少啊少。那么这些房，他们怎么可能在大城市买到房？我跟你讲，买得到小产权房。我们家阿姨就买的是小产权房，买了一套小产权房，20万20来万买，现在已经70、80万，是上百万了，可能都得。这就开始跃升了，阶层跃升了啊。情况像我们山西小地级市老龄化更严重，随便在路上看看，遇到的5个人就有2个以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现在有个情况值得注意，在我们这种小县城，有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染了毒瘾或者是药物依赖，过年回来把这恶习带回来，一些有钱的老年人也染上毒瘾。不知道这个情况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毒瘾，我不知道，我看不到这种情况啊，这个不知道啊。观点：中国老龄化的危害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得多，因为老干部的养老支出十分庞大，以至于有些地方已经脑死亡，但家属一直在免费的老干部病房使用免费呼吸机来维持心跳，好继续享有福利待遇和高额的退休金。这个是存在的啊，就是不切断，呼吸机开着啊，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还住那房子。观点：其实愚民的本质就是信息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现实中体现为掩盖真相，就是不让老百姓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信息不对称，权越大，权力差距越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所谓开启民智，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自由说话、自由讨论、自由的掌握这个社会发生的情况。观点：老龄化不可避免，人类数量不可能无限膨胀，只能改变社会形态，适应老龄化。日本首先老龄化，也首先建立一个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几十年后，人口结构也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取得平衡。情况：家住西部18线小城市，跟某县政府有过一些业务往来，遭政府欠款近400万，法院已经判决政府败诉，政府拒不执行。这种很普遍。情况：我在国有房地产公司，根据我了解，原来恒大地产的土地和商业房屋会进行多次抵押，第一次是买房签订返利合同，第二次抵押给银行进行融资或制作理财产品，
第三次会找各地的小贷公司抵押融资、再融资。这段时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抵押。恒大的问题非常大，公司被邀请去了解当地的烂尾项目，根本没有兴趣深入了解。房屋去化率已经几乎清盘，接盘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何况还有一堆施工合同和欠款付款要处理。那倒是啊，这是真的。如果真的要收购恒大，那做审计都得做多长时间，真的搞不清楚啊。情况：大学同学去新加坡工作，盗取了公司的真空镀膜技术，回国后找当地政府拿土地，投资建厂复制。这2年进行了3轮融资，准备上市。原新加坡公司起诉了2年，均败诉，好像放弃了啊。这个就多了啊，多了。你比如说那个，我不说了，那个做汽车的，抄的是谁？抄的是特斯拉啊。特斯拉抄的特斯拉，这都知道，但是没办法，官司也没得打。所以中国你说科技会发达吗？你连知识产权你都保护不了，你怎么科技发达？你科技发达，你那个技术第2天给别人复制就拿去搞了，怎么弄？观点：国内中小民企也喜欢搞点高大上的 PPT 思维导图，但大多数是装点门面，主要还是老板的经验管理。即使上市，只要创始人老板还在决策，他的管理本质不会大变。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规则做到能够应付就行，管理转型成功的企业比例很低。这还是那句话，这是什么？这是社会运行的结果。如果这个社会你不是因为你的产品优胜而获胜，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这个社会就不会让那些管理优胜的企业跑出来。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对吗？如果你这企业都是靠搞关系啊，靠拉关系，靠走后门，你才能够跑出来，那为什么我要去做企业管理？做企业管理其实很辛苦的，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慢慢的1年、10年、8年这么搞下去的，那就不会有人花时间在这个上面，都花时间在吃饭、在洗澡上啊。观点：科技的发展情况，很多时候要去挑战传统的理论，挑战以前的科学家的理论来实现创新。现在中国社会中，中国人活在思想限制的环境中，他们根本在脑海深处就被洗脑成不能挑战上级的思维，如何能在科技研发中创新？非常对。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有创新呢？观点：深圳准备来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据说是有益于人民币国际化，但我认为是因为卖地收入不归地方政府所有而产生的资金缺口增大。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卖地收入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卖地收入原来是由国土局收啊，国土局收呢，就是卖完地交给国土局，国土局再上交国库啊。那现在统一由什么呢？税务局收，国税局收。但国税局收完之后，它还是会给地方政府的，所以不要以为只是收的这个机构呢变成了国税。它为什么有国税收呢？因为这一块收入呢是基金收入啊，叫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那中央政府先帮你收了，收了我就知道你收了多少钱啊，省得你中间搞个小金库啊。但是这个钱还是归地方政府的啊，所以深圳跑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有7000亿人民币蓄水池，所以去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是能够发行得动。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深圳为什么跑到香港去发？当然肯定是有
资金需求，但是资金需求，可能就是一家便宜两家着吧。一方面在香港多发现，因为人民银行已经在香港发这个人民币的债券，那么多一点地方机构去发，尽量的让香港的这个债券市场规模增大一点，这是这些年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啊。情况看过很多现在的旅游自媒体节目，毛时代的三线军工城市老龄化更为严重，军工厂关闭，年轻人外流，当地的主体产业全部消失。新闻报过攀枝花给二孩、三孩补助1个月500，给到3岁，想必也是然并卵。是的，情绪，王老师你好，默默的看你的视频1年半时间，开启了独立思考，真正了解这个政府和党的面目，内心的恐惧和担忧带着全家离开这个政府统治的国家。经了解，单付给国内移民机构的费用就100多万，手里还剩100多万。看到自己2个聪明天真的女儿，他们将来如果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还能为人类发展做贡献的普世价值观吗？是的，明谢 Austin 高，谢谢。今天听了一个观点，评价李光满和胡锡进的视频，觉得说的挺靠谱。他说本质上2个人是一伙的，就像东北二人转，只不过是同一个剧本2种说法而已。李光满说的太吸引眼球，胡锡进再往回拉一点。这个已经过了1星期了吧，还在谈这个问题吗？我都觉得这事儿都过去了。为什么哈？李光满那篇文章，我觉得是一个试探，试探完了以后呢，试探失败，胡锡进出来打圆场，往回拉一点，但是不仅仅是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消毒、消除影响的这种效果啊。那么他们有很多来回吗？我没见得有什么来回，就这一个。然后这个乌有之乡有一些毛粉去攻击胡锡进，这个很正常，正常套路，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啊。所以闪电233，请王老师喝可乐啊，好啊，这个我喜欢。奥斯汀高，谢谢。前几天看一个江青被审判的视频，就在想，习就不怕有一天他或者他的家人被这么审判吗？感觉他在政治冒险上尝到了甜头，就不断的政治冒险。这是什么呢？这是二代，就是官二代，或者是红二代，或者是富二代的特征。富二代也好，就是那些不是白手兴家的人啊，他们突然拥有很多财富或者拥有很多权利的时候，他喜欢干什么？他喜欢干2件事。第一个，他喜欢证明自己，因为为什么？你比如说，我爸是李嘉诚，啊，李嘉诚有很大的成绩，那我是他孩子怎么办？我也得证明我自己啊！我又不傻，我又不笨，我得想办法。所以他经常喜欢，他经常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证明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喜欢冒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积累，他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没有别的东西，没人就基本上你看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通常能力都不强。为什么？因为他拥有的东西都不是他靠自己挣来的，那你要那么的强能力干什么？当你不需要有这么强能力的时候，你就一定不会有这么强的能力。那他怎么办？没那么强的能力，那就冒险呗。所以他愿意赌。你可以看这些年，中国的官场有一种风气，找绝招。找绝招这件事情从哪儿来？你一看就是习味儿，习近平的味儿，就是那种二代的味儿。绝招啊，赌一把啊，都是这种人的心态。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